OK， 今天我们终于等来了这首非常经典的 Jam Session Favorite The Chicken 的完整教学。我相信对于国内的大部分吉他学习者来说，这首歌可能还比较陌生。但是如果你想突破吉他练习的演奏瓶颈，想要了解和学习如何即兴演奏，提升自己右手的律动能力，尤其是强弱的变化，那么这部影片关于 The Chicken 的教学一定是你当下练习阶段最需要的，因为熟练掌握 The Chicken 这首歌曲的演奏和即兴，几乎可以锻炼到你关于吉他演奏的所有能力，所以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The Chicken 有多经典，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听到很多不同音乐家和大师们即兴共同演奏的版本。但是在这部影片诞生之前， The Chicken 这首曲子的即兴演奏其实对新手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的，因为它并非是简单的顺节和弦，而是由一系列非顺节的属七和弦构成的16小节循环。所以为了在确保在即兴中不弹错不踩到地雷，演奏者必须要具备敏锐的和声洞察力，在固定的段落呢，迅速的完成音阶素材的切换。如果缺乏良好的和声连接处理的话，在转调的过程中就会听上去非常的生硬且刺耳。此外呢，因为全曲全部都是由属和弦构成，所以它即兴的曲材素材可以说是非常的广，不同水平和风格的乐手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策略，而这种高度的包容性与复杂性正是 The Chicken 这首曲子的魅力，同时呢也是它难以被攻克的原因。但是今天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将会分享我个人处理 The Chicken 的即兴的完整思路。哪怕你只会吉他手最常用的5声音阶，用我的方法呢，也是可以轻松的入门和掌握 The Chicken 这首经典曲目的即兴演奏。当然，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我们还会学会这首曲子的招牌主旋律以及节奏吉他的演奏部分。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学习和弹奏它最招牌的主旋律的部分。如果你完全不会即兴演奏，把这个主旋律练好，也是可以享受在舞台上短暂当主角的快乐。当然呢，其实参加 Jam Session 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为台下的听众以及其他乐手去服务。所以除了主旋律和即兴之外，一定要注重节奏吉他，也就是伴奏部分的练习。同时呢 The Chicken 的节奏吉他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funky 或者说放克音乐律动的非常好的练习素材。所以在进入即兴演奏的章节之前，我们先来学习这首歌曲的和弦框架以及扫弦伴奏方式。先从和弦的按法说起，因为 The Chicken 全曲全部用的都是属和弦，所以我们一共只需要学会2个指型然后在不同的把位去套用和切换就可以了。首先降 B7 和弦和 G7 和弦会用到一个相同的大横按的一个指型，非常的简单。然后是降 E9、D9 以及 C9 会用到的一个相同的指型。那如果你在无名指的横压这里遇到问题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切换一个更简单的指法就是把我们的无名指立起来，然后用小指去按下面的这根弦，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左手小指的指腹把1弦的这个音给它消掉，这样去弹也是可以的。好，掌握了所有的和弦，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精髓的部分，也就是律动。首先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律动唱出来。好，先跟着我一起用手打拍子，然后跟着我一起唱出这个律动。1、2、3，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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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记住我们如果想要弹奏出一个东西的前提是你要先能唱出来。
啊。那如果你打着拍子连这个律动唱都唱不出来，你怎么可能用手把它弹出来呢？这个是很多吉他学习者在练琴时啊都在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唱都唱不出来就去弹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在以后练习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它唱出来。当你能把它的强弱、节奏、律动和音高准确的唱出来以后，你再弹，我们的左右手才更知道应该如何去还原这个声音。好，当你可以做到像我一样把它唱出来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在吉他上啊跟着我一起啊，先做一个16分音符的扫弦啊。注意观察我的左腿，1、2、3、4，然后我们把降 B7和弦贴在琴弦上啊，完成这个动作，1、2、3、4。OK， 下一步我们把刚才这个律动一边这么弹的同时一边唱出来，哒哒哒哒。OK， 能做到这件事情以后，第3步啊，我们把大的时候去弹出一个开放音，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了。当然，细心的同学肯定注意到，我在演奏前8个小节的 B7和弦的时候，其实会加一个E9和弦的点缀啊，就像我现在处理的这样。当然，这个点缀呢并不是必须的，在前8个小节中，你只弹降 B7和弦啊，也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具体想怎么弹，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来选择就好了。好，掌握了 The Chicken 招牌的主旋律以及伴奏的演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即兴的环节啊。当然呢，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我个人并不是一个传统爵士风格流派的吉他手，所以今天分享的这套方法呢，本质上呢是一种更偏向 funk 或者 fusion 思维的一种实战策略。而这套思维的核心目标是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去应对复杂的和声变化，只需要用到我们吉他手最熟悉的五声音阶或者布鲁斯音阶，就能完成 The Chicken 这整首歌曲的即兴演奏啊。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解法，而是一种高容错、低门槛，非常适合 Jam Session 实战入门与进阶的场景学习路线。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准备好你的吉他，我们来一起进入到这首歌曲的即兴。首先从降 B7到降 E9和弦这里，我们可以用最典型的蓝调思维，全程呢使用降 B 小调的五声音阶或者布鲁斯音阶就可以了。而降 B 小调五声音阶中的所有的音，几乎呢都是降 E9和弦的构成音，所以呢，这里可以让你不需要转调的情况下，无缝的衔接前10个小节。然后到第9和G7啊，这个段落是最容易翻车的地方。而在这里呢，我们选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音阶，也就是 A 小调的五声音阶啊。
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的降 B 小调5声音阶向下整体挪动一品。当然求知欲满满的你肯定会好奇，为什么在这两个和弦中可以弹奏 A 小调的5声音阶啊？首先我们都知道第7和弦和 G7 和弦中的3度音分别是升 F 和 B， 而在这两个和弦之前的降 B 调的背景下，升 F 和 B 这两个音都是非常具有侵略性且刺耳的离调音，而 A 小调5声音阶就刚刚好的避开了这两个非常难处理的音。而与此同时呢，它也非常好的可以兼容第9和 G7 这两个和弦，所以简而言之就是 B 和升 F 这两个音不好处理的话，我们就把它删掉，我们改用一套在这两个和弦中都通用的延伸音9音和13音，而且这样的处理方式呢，在 fusion 音乐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它可以带来2点好处，第一呢是模糊感，因为没有大3度音，所以在听觉上会有一种飘逸的悬浮感，类似 sus 和弦的感觉。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让你用更少的音阶在更多的和弦中弹出一个更为连贯的乐句。好，那么讲完了音阶的取材以及为什么可以用这个音阶之后，那么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在这首歌曲即兴中大家都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连接这两个不同调的音阶的转换。因为大部分情况我们直接换把转过来的话，会让这个声音听上去会比较生硬啊。那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乐句来连接。OK，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乐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左手已经从降 B 小调的5声音阶丝滑的转换到了 A 小调的5声音阶中。好，然后当你用 A 小调5声音阶度过了第9和弦和G7和弦，然后很快呢，我们就会进入到 C9 和弦中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转调啊。然后在这里呢，我的处理思路是选用降 B 大调的5声音阶，其实呢也是 G 小调的5声音阶啊。其实在这里弹降 B 大调的5声音阶是一个回归母调的聪明做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完成 C7 和弦这个段落之后，然后这首歌又会回到降 B 调中，所以当你在这个位置演奏降 B 大调5声音阶，其实呢也是在提前的铺垫回归的一个情绪。而与此同时，降 B 大调5声音阶中的音与 C 属9和弦的兼容性也是非常好的。当然了解了音阶的取材，我们还是会遇到那个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它从 A 小调5声音阶再进入 C9 和弦的一瞬间，把它自然流畅的衔接到降 B 大调的5声音阶中呢？我还是给大家最简单的方案啊，不管你在进入 C 属9和弦用 A 小调的5声音阶弹着什么样的旋律啊，进入到 C9 和弦的那一刹那，直接我们把左手先移动到降 B 大调5声音阶的指型啊，然后在3弦这里直接做一个半音的拉弦。然后在这个拉弦之后呢，直接去衔接我们降 B 大调5声音阶的任何的乐句就可以了，就比如或者都行啊，然后你就可以非常自然的从 A 小调转到降 B 大调。当然除了3弦3品之外，我们也可以在4弦对吧，甚至2弦啊，甚至高把位的3弦啊，都是可以弹出这样的一个乐句和旋律的啊。前提就是你要对其他把位的音阶指型都有一定的了解。当然在进入到 C9 和弦以后，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3个小节之后，我们即将要弹奏这首曲子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齐奏。也就是说，我们在编织降 B 大调5声音阶的乐句的同时啊，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左手去往这个位置去引导啊。如果你离得太远，你突然要变过来的话，你那个时候其实是反应不太上的。
OK， 看到这里以后，是不是觉得 The Taken 这首曲子的即兴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了，对吧？只要记住和弦转换的时机，熟悉每一个和弦的听感，提前做好旋律变化的准备，处理好 funky 的 groove， 人呢都可以在 The Taken 中从容的去即兴。当然，如果影片中的这些技巧对于你来说还是过于的进阶的话，那么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评论区的课程，会非常的系统的从零开始啊，手把手的带着你去掌握这首歌曲可能用到的所有的技巧。当然，如果你要是觉得这种时刻需要警惕着和弦的转换，然后时刻去转调的这种即兴对你来说还是太难了的话，也可以先去练习我频道此前推出过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 Jam Favorite。Just Two of Us 的完整教学，那首歌的和声逻辑更为的统一啊，只用一个 F 小调的5声音阶就可以让你玩得非常出彩啊。然后另外我也很好奇，屏幕前有研究过的 Chicken 这首曲子的即兴思路的朋友们，你们是如何处理这首歌曲的转调，或者说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思维和策略去应对这首歌曲的即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跟大家一起分享出来，一起来讨论，然后一起交流，一起进步。然后最后还想问一下，这个系列如果继续跟下去的话，你们还想学习哪首经典的 Jam Session Favorite的标准曲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制作影片不易，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点赞支持，然后点一下关注，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啊！因为 Jam Session 教学这样的影片真的制作的难度很大，而且它非常的不受流量和算法的待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这个视频。当然随后呢，我还会再发布一个 backing track 纯享练习版啊，方便大家每天跟着这个影片所教学的思路去实战练习。当然我也很期待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即兴录制下来啊，可以通过与我这个影片合拍的形式啊，可以把这个 Jam Session 的氛围在网络上我们先传递起来。当然呢，在这个不蹭热点、不搞对立就没有流量的时代，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制作这样的纯干货，只是希望我们整个的音乐环境和氛围能够更好一些。上一部 Jam Session 教学影片的播放量确实让我有一些受挫啊，但是我依然相信，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舞台，去用正确的方式去 Jam 去交流，我们的音乐才会越来越好。好了，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杜鹏，下期课见。